当外国人又在中国待了1年。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，马上要过年了，马上就要到元旦了，又是一年要过去了，又是一个新年要到来了。过去的这一年发生了超级多事情 ，Marky 也经历了很多事情。过去的这一年我是怎么过的？明年我有哪一些计划？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事情。但是首先呢，我也很想知道你们准备今年怎么过元旦节呢？你们过去的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啊？明年有哪一些计划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，我非常好奇听一下。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看到过我的视频，那欢迎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期。我的名字叫 Marky， 我在四川成都。今天咱们就来谈一下这个事情。我觉得呢，要是你们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就直接开始。朋友们，今天是2021年12月31日的中午了。今天Marky准备最后一次今年出来中午散一会儿步，然后今天我在东角鸡附近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河边的公园，Marky特别喜欢来这个地方散步，所以说住在东角鸡附近的朋友们，搞快点出来找Marky耍一下嘛！这2天成都这边还是有点冷，所以说得多穿点衣服。今天全球都在准备着过元旦节，欢迎下一年的到来，明天就是2022年。那么这个过去的这一年真的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，我给你们讲一下Marky今年是怎么过的。今年基本上从开始的时候，Marky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，然后没有非常多休息的时间。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，没有办法出国旅游，没有办法回德国找我的家人，所以说Marky就一直待在中国这边。虽然说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非常忙，但是还是过得非常开心，每天过得都很丰富，每天都在运动。今年秋天的时候，Marky还发现了一个新的运动，现在Marky1个星期1次，还要去练瑜伽，就是让我的运动计划变得更丰富一点，做一些新的东西，接触一些新的运动。然后因为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情况控制的比较好，Marky也有了好几次机会出去玩，去了几次四川这边一些地方，然后还有3次旅游。今年春节的时候，Marky就去了海南，去了三亚，然后接下来还去了丽江，然后好像是5月的时候放假了，Marky就去了桂林玩了几天，然后还有8月份Marky去了内蒙古和宁夏，又让我看到了中国非常多很有意思的、很漂亮的地方。然后现在是12月份，我还记得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，Marky开始分享我的生活，发视频，分享跟全世界的人。现在过去了1年的时间，Marky在做视频、发视频上面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和东西。然后当然Marky也晓得很多朋友们都是从开始一直关注Marky，到现在一直在看Marky去哪里耍，一直看着我的分享，你们就是最厉害的，肯定也得说个谢谢。其实说实话，做视频也让Marky的生活在中国的体验变得更有趣一些，因为现在这过去的1年，因为做视频我就接触到了很多新的人、新的朋友们、新的地方，然后去了很多新的地方玩了一下，这个当然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趣一点。哦，这个人还在跳广场舞，在锻炼身体，好好哦。
后面这几个人他们在跳广场舞，在听着俄罗斯的音乐跳广场舞，真的好有意思啊！这个事情也让我想起来 ，Marky 今年也接触了，也去尝试过去跳广场舞这个事情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其实这样说着想着 ，Marky 又发现，这过去的一年生活在中国，又让我经验了很多东西，让我学到了很多事情。真的是非常棒。那么现在我也想问一下你们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过去的这一年最好的、最值得分享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哇哦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新的运动员，这个也太厉害了吧！上面还有屏幕，嘿嘿。哈，你们看一下我的朋友们，他又去我背后的这个小的运动公园。新开起来了，我都好几个星期没有来这个地方了，然后又有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它上面还有屏幕，它会监管你的运动的进步，然后给你看一下你的心跳什么的，这个真的是太好了，就在一个普通的公共地方就能找到一个这样的运动公园，很棒。现在 Marky 已经到家了，我的朋友们，外面真的是太冷了，不太想很长时间待在外面，然后 Marky 准备吃一个午饭，现在已经到下午的时候了，然后接下来你们也知道该干什么了，下午肯定是必须要喝下午咖啡了，来喽，哦耶，下午咖啡啊，太好了！然后今天的下午咖啡更好了，因为有我从德国专门寄过来的这个德国传统的生蛋饼干。然后还有这种2种不一样的，是喽，我的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我们那边是一个本地的，也不是德国所有地方都能买到这个东西，但是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蛋糕和饼干，然后里面非常甜，但是它是姜饼味道的，配着咖啡一起，真的是太完美了，哈哈。喝完喽，我的朋友们，喝下午咖啡真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。然后现在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一下过去的这一年发生了哪一些事情，学到了哪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再给你们讲一下明年的一个计划，明年我想做什么，想完成什么事情。首先呢，明年还是要继续努力工作，努力健身。当然，我也有我身体上面的目标，我想把胸肌还有腿上面的肌肉练得更大，继续吃健康的食物。还有，当然，我也想继续做更有意思的视频，去发现更多新的东西，跟你们分享更多有意思的事情。当然，说完这个点，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们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，可以给 Marky 怎么做更好的视频，让你们觉得我的视频更有意思一点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当然，我也会非常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因为已经有2年的时间没有回家，我明年确定，明年一定要出国，明年一定要回一下德国，去找我的朋友们，找我的家人。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目标。虽然说我知道有可能实现起来会非常困难，但是我会加油的，我会非常努力的去做到这个事情。然后，当然 ，Marky 也非常期待有时间的时候再去中国多跑几个地方。多去看一下中国这边美丽的风景，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和地方。所以说，你们也可以看到 Marky 明年已经规划的、已经计划的非常丰富，工作、运动、健身、吃美味的东西、去旅游、去找我的家人、继续分享我的生活、继续做视频，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。希望我的这些计划都能好好的完成。然后今年已经是 Marky 在中国这边待的第6年，当然我也非常非常希望我和中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非常希望还有非常多的机会去发现中国更多的方面，去在这边待更长的时间。那么我的朋友们， Marky 今年的总结和明年的计划的分享现在马上要结束了，现在给你们了。我非常想知道今年的元旦节你们准备怎么过呢？你们去哪里和谁过呢？还有明年你们有哪一些计划呢？有哪一些安排呢？
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？你们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一下。当然，我希望 Marky 今天给你们分享的事情，你们感觉还有点意思，视频也拍得还可以。如果如此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一下 Marky， 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我，当然我也会很开心的。最后，我当然想祝所有的外国和中国朋友们元旦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！下一次能见到你们的时候，已经是2022年了。所以说，朋友们，欢迎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一下马 K 要去哪里耍。